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从今天 AI 困的云图来看，我们看到整个一圈出现了整体的下跌。那下跌过程当中，我们认为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的调整是目前下跌的一个关键点啊。那么以太坊目前也是处于一个领跌的结构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啊出现了上方存在一个阻力位，在阻力位附近到达这个位置之后快速下行。那么在结构上来看，我们看周线级别这条阻力线是由21年6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啊，经过焦点变成了一个压力位。那在整个调整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在21年6月份就开始了一路下跌，下跌过程当中形成收敛三角形，并且呢在接近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变盘，开始下跌调整到黄金坑位置之后，我们看到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在最近一段时间出现了疯狂的快速的上涨。那么这轮上涨呢是由以太坊通过了 ETF， 但通过 ETF 之后，消息面的影响因素让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快速上行到达了这个压力线附近，所以呢我们看到在反复测试压力线位置之后出现了回落。那在回落过程当中，我们首先认为本轮调整是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的悟空阴线、八节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之后目前已经进行完了一轮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下跌西游之后，当前的位置是一个支撑位，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形成的波谷连线在目前的位置上构成了一个支撑，同时呢以太坊对标 USDT 的价格在3700美金附近也构成了一个支撑线。那么这条支撑线非常关键，不跌破的情况下还能反弹上来，反弹上来之后在4小时级别上形成横盘震荡整理结构之后，还有继续上行的一个动能。但在小时线级别上目前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状态当中，因为我们看到小时线级别上虽然有这条支撑线，但小时线级别的结构上我们看到在保持线级别的5日均线、10日均线目前已经下穿了200日均线，下穿了144日均线和169均线，这是一个空头的信号。如果能够价格稳定在筹码密集带3700美金，那么将有继续反弹，形成横盘整理上涨结构。那么如果跌破的话，就要向下寻找支撑。我们可以看到下方有一条白色线，那这条白色线呢也非常关键。我们在周线级别上就可以看到在日线级别上可以看到这个白色线是由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在3500美金构成了一个支撑。因此呢，当前行情的痛点是小日线级别的5日均线、10日均线下穿144、169、200日均线之后，如果目前筹码密集带在3700美金能够支撑的话，有反弹上涨继续上行的可能性。如果跌破的话，就要向下方3500美金寻找支撑。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以太坊目前仍然是一个大趋势上的多头结构。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在上周行情当中事实上走出了一个新的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有了这个悟空阳线，并且悟空阳线的开盘价不跌破的情况下，上方能看出有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继续这轮牛市的可能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也出现了这种类似的结构。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5月21日这一天走出悟空阳线之后，上方走出了八节阳线组。有了八节阳线组，并且八节阳线组在3700美金在3700美金支撑情况下，存活的这种条件下是上方有阳线、唐僧阳线预期的。但是目前八节阳线正在调整，八节阳线的实体部分正在苦苦支撑所以呢，目前行情的痛点就是在3700美金这一条4小时级别筹码密集区形成的密集带，能否在这轮调整过程当中能够支撑得住？当然，本轮行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很多热门币种前期的热门币种出现了纷纷下跌，它的趋势出现了一个相对走坏的一个结构，特别是前期的热门币种 PP。我们可以看到 PP 在横盘结构之后形成了一个向上的收敛三角形，那这个向上的收敛三角形已经出现了接近近焦点的这个趋势发动了变盘。近焦点呢，我们认为是一个非常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同时呢，也可以看到当前它的上涨趋势是一个方向偏上的收敛三角形。那在这种结构下呢，我们认为在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容易出现下跌回踩。那么在回踩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已经完成，那么目前也处在一个相对的前期在5月下旬的一个筹码密集态上，所以呢，对于前期涨幅过高的热门币种是有机会在这个位置上出现反弹，但如果这个下跌得以持续，是容易发生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所以呢，前期涨幅过快了，某某板块的一些币种需要提高警惕，防止它出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的调整。还有一些币种是我们最近2天开始关注的比如说目前疯狂上涨的 NOT。那这个币种呢，我们在这轮行情当中给出了一个重点提示，就是下方形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并且形成一个横盘结构之后，会是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上形成了一个横盘整理的楔形收敛三角形之后动了突破。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4小时级别5日均线、10日均线纷纷上行，上涨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悟空阳线，出现了一个非常标准的标形阳线，叫悟空阳线。
悟空阳线涨完之后，我们在上方看到了8节阳线，因此呢，最近几个交易日我们给出的提示就是，在和8节阳线之后，对于一个次新币种是容易走出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的。所以呢，在今天我们看到了，虽然大盘出现了快速下跌调整过程，但是我们依然看到了 NOT 走出了它的阳线。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如果它出现横盘震荡，并且不跌破009这个沙僧阳线的开盘价的话，上方是有机会走出它的唐僧阳线的。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周线级别 NOT 本周幅非常巨大，目前的涨幅是在135%。有了如此巨大涨幅的话 ，NOT 在目前资金的情况下，大部分币种都在调整、都在下跌、都在回调的情况下，它出现了一个龙头式的某某板块的上涨行情。那么在周线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认为 NOT 也同时是有机会走出一轮周线级别上涨西游的行情。所以呢，对于这种热点币种是要给予一定重点关注的。同时呢，前面行情当中也给出了一个热点的币种，这个币种呢就是 HH。轮的行情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HIGH 逆势上涨的一个非常容易出现逆势上涨的一个币种。同时呢，我们在日线级别上看到了它出现了一个向偏上的收敛三角形。那这个收敛三角形呢，我们认为没有办法画出它的焦点，所以呢，我们当时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在小时级别144均线之后，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机会。那么在这个机会的条件下，我们看到接近1倍的上涨。那上涨之后呢，它的一个结构发生了变化，就是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上发动了一个突破。那么突破之后，我们看到目前走的位置是有了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那么它如果出现回踩到8节阳线开盘价，也就是$5.4之后，机会重新出现。因为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它基本上是能够容易走出线性的涨跌。这里面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之后，容易在高位7美金附近走出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西游。如果能够重新回到前面日线级别收敛三角形中心线的位置，也就是$5.5的这种情况下，说它如果能够完成它本轮调整过程当中的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这个下跌西游呢是与上涨西游相互对称的。如果能够出现这种情况下，在通道收敛三角形的中心线的这个位置上是比较好的一个建仓的一个点位。同时呢，我们认为它的一个上涨趋势没有走完，它的收敛三角形呢依然没有办法画出它的焦点位，所以呢，它仍然处在一个上涨趋势的调整过程当中。因此呢，对这种热点币种调整是我们开始建仓的一个很好的标的。是呢，有一些币种看到这轮行情在质押某某板块的轮动，但是呢，类似于 Gala 这种币种，我们看到本轮行情没有表现。那么会不会有表现呢？我认为线级别上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同时呢，我们看到类似 Gala 的这种币种，目前所处的位置，它是处在一个低位的，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它处在一个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那么近焦点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如果它能够跌下来，跟随这轮行情，跟随这轮以太坊或者比特币的调整下来的话，那么它的日线级别的200日均线附近是一个非常好的什么呢？黄金坑的位置。因为我们看到行情当中非常多的这种结构，一般的黄金坑的位置都是在收敛三角形刻之后出现一个黄金坑的区域。除了这个 Gala 之外 ，IGG 也是 GameFi 这个板块当中的龙头，我们认为它是 GameFi 板块当中的龙头，在这轮行情当中也没有出现很好的表现。如果 YGG 能够回踩144日均线$0.78附近，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的一个位置。因为我们看到整轮行情从23年9月、23年10月，也就是比特币月的这个看日线级别的144日均线，始终伴随之后的低位之后反弹上来，再次回踩之后再次上涨。所以呢，对于这种币种，它有一个黄金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布局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这些位置。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收榜当中依然是一些某某板块的币种，比如说 BOME、FPEP、史币，这都是某某板块的币种。虽然出现下跌，但依然是当中的热点。某某板块之后轮动的下一个，认为对于 GameFi 板块是有一定机会的。所以呢，对于这个板块龙头币种，如果能够回踩到合适的位置，如果能够回踩到黄金坑的位置，是一个比较好的介入的，在牛市当中动这种操作方式进入的一个比较好的标的。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购买我这本书或者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